今天我又带你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来探险呢？我必须说，这个地方其实曾经来过，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也很喜欢，但每次来都没有全部探索完。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其实逃跑，甚至耶路西古都有来过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没错，就跟标题写的一样，防空洞。那这个防空洞它又是什么废弃的呢？其实我必须说，这是2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痕迹。那这2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痕迹，你想到谁呢？日本人，没错，就跟标题写的一样，日本兵。那据说这个地方还有日本兵的存在，那它为什么会废弃呢？战争结束，自然它就废弃了，但这个地方却被当地人用来放一些骨灰哦。好，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这里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一个坟墓。哎，不对，其实这个坟墓呢，它里面藏着一个防空洞。没错，就是逃跑吧，好兄弟耶路西库曾经来过的地方哈。然后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点很抱歉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有可能会比较吵。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穿的是鞋套。为什么是鞋套呢？因为雨鞋今天忘记带了。对，这一点有可能会比较吵一点哈，请大家多多见谅哈。但没办法，因为今天来的地方比较远，到一半才忘记说好像没有带雨鞋。OK， 各位兄弟，不好意思打扰了哈。来，这一集应该算是2024年倒数第2集了哈。那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感谢各位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的观众的支持，所以还可以这样继续的拍下去哈。对啊，那2025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了哈。好，这个地方我相信有看过耶路西库或逃跑吧好兄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印象吧。人形要不要扫一下？刚刚这个角落好像有人形的，对啊，一瞬间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这个只是一开始，但是呢，这一次我会少走一条路。为什么会少走一条路呢？因为那条路呢，它是在反方向。那之前夜路跟逃跑其实都有去过那个，因为这一次呢，我想有一些地方哈，稍微的走深入一点看看好了，因为每次好像都只走到一个部分，我就没有继续再走下去了。那个时候因为片场了，而且拍的也足够了，这个样子。对，今天稍微想要走深入一点，看看会不会再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哎呦啊！没踩好，差一点跌倒。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哎，我发现这里面的温度跟外面差好多哦。防空洞这个地方直播是铁定没有办法的哈。这个就好像是厕所，那这防空洞也好矮哦。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稍微的走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会很深。然后呢，我戴个口罩一下哈。然后
人的骨头不在了。哎呀，这下面好像都是蝙蝠的便便呢。对啊，这个最里面我好像之前有叫西西要走到最里面去，但哦，这里是个碉堡啊。OK， 其实我还蛮喜欢像这样的一种洞穴探险哦，而且这种防空洞，我走的好像不多耶。进去看看吧。这个啊，看到这我就想到东海古堡。对啊，这上面我还没走过，想要走走看。好多蟑螂啊！蝙蝠啊！天哪！下次再说。这个洞，我身高170，我去这边走路很痛苦，而且我这样下楼梯。我是弯着腰的，我没办法把身体拉直。这样走其实很累耶。先出来，让我喘口气啊！这会不会是通到山顶啊？我不知道。但是呢，今天的重点是这个
好，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经历，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看到后面，你们都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哦。好，这个地方早期刚刚开头有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兵所建立的一个防空洞。那当然，这防空洞呢当中也是有躲了一些日本兵，但据传说、据传闻呐，日本兵在走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些东西带不走。什么东西带不走呢？那就是黄金。那他们就把黄金埋藏在这一座山头当中。据传闻哦，那这些日本兵为了守护这些财宝，据说他们还在这个地方一直守护这一批黄金，即便战败了，都撤退了，他们还是留在这个地方守护着那批宝藏，直到他们过世。好，他们过世之后呢，当然当地都有一些传闻，就说：“哎，这里有黄金啊，啊，要不要来找找看？”当地有很多人来挖，可是呢，他们来挖，在这个防空洞，或者是说这附近的山这样挖，可是他们都一无所获。但是，一无所获的一个情况下，就有一个传闻出来了。什么样的传闻呢？据说他们有看到日本兵，甚至他们感觉到日本兵就在这个地方徘徊着，还没有离去，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些呢？因为有一些人在挖，当然他们有时候不会白天挖，有时候是晚上挖，因为他这些挖这些国有土地的话，是要经过一些市政府的许可。他们晚上在挖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有人在讲日文。那在讲日文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他们就听不懂嘛，但觉得很诡异，甚至晚上还会听到那个有人在走路的声音，像军靴的声音，尤其据说是在防空洞当中，听得特别的清楚。好，那当他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甚至有一些好像是体质比较弱的、八字比较轻的，回到家之后也是大病了一场，甚至他还说这些日本兵跑到他们的梦中去威胁他们，这个样子让来这里的人都相当的害怕。好，那完了之后，这个传说就慢慢传出去了。当地有没有人喜欢来探险呢？当然也有，当然也吸引到我们这样的人。那淘宝把好兄弟也来过，那伊森呢，还有西西亚呢，他们其实都在最里面的防空洞碰到了一些怪事，甚至听到了一些怪声音。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用日文去问他一些问题，似乎好像还可以通这个样子。好，那来探险，我们碰到这些怪事情。那据说呢，有一些年轻人，当地的年轻人有跑到这个地方来探险。虽然他们就不像我们有时候会抱一个尊重的形式，我们带老师来啊，完了他还帮我们烧个香，跟当地好兄弟打个招呼啊，等等之类。他们就在这边嘻嘻哈哈的玩着，那当然就是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嘛。那女生来这种地方当然很怕，没有几个像西西亚这么大胆。他们很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直说，可不可以走了？但是男生就是喜欢跟女生这样贴得比较近一点。然后最后，他们就看到骨灰瓮里面竟然还有骨头。然后他们看到这骨头之后，他们说，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样子？然后就相当的害怕。最后他们看完，然后女生就很害怕，男生走，不知道是哪个防空洞。他们碰到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们通常都是男生走前面，女生走后面。那其实他们两对情侣在走的时候呢，女生就觉得后面一直传来脚步声，但她一直不敢回头看，因为他们觉得回头有可能会看到不好的东西，而且后面都黑压压的嘛。然后他们听到那声音之后，甚至在往更深处走的时候，突然有感觉到人家在他耳朵旁边吹风呼吸的这种声音。那女生吓到也是不敢回头，直到有一只手拍在他肩膀上，他才叫了出来说：“是不是你碰我？你碰我？”但你们当下两个女生都很害怕，他们的手都放在男生的身上，所以那个触碰他人到底是谁呢？没有人知道。最后女生这样大叫完之后，这群男生也觉得好了，差不多了，也看得差不多，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结果离开了之后，女生也是大病了一场。好，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传闻跟故事，当然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传闻跟故事，大家有空可以再去查一查。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剩下集看完，顺便再来用日文问一些问一答吧。介绍完这边的故事之后，我必须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好热哦。你看这边最高19度，外面最高14度，所以人家说洞内有时候是冬暖夏凉，因为他们的温度都是恒温的。哇，这些都是蝙蝠的便便哎，口罩还是戴起来好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地方做沟通的但是这里其实还有一段路。那这一段路呢，我好像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走完那我想要去走看看这个样子。然后这还有封锁线，我记得这封锁线是施工安全、危险物件这样子，它并不是什么那个刑案现场但我必须说这个地方真的是杀人弃尸最好的地点然后你骨头藏在这种地方，搞不好还没有人会知道。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罐子里面还可以看到人骨OK， 上面像是个哨所。那接下来，我想走走这下面。为什么我想要走的这下面呢？因为你可以看，这个是多么的深啊！然后呢，我记得 ，OK， 有一只死掉的蝙蝠。我之前有走到很下面，为什么会记得呢？那个时候，因为逃跑要我做一个任务，但不是那个任务了，我是副社。然后呢，我必须在这么深的地方拍一个人走下来这个样子。这里面好热啊！对啊，小强在等着我。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强好，那我必须很遗憾的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你们能看到的地方就只有到这边了接下来是会员才有的部分那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